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的曹县，离我们的种植基地不是太远。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我身后这个不是造有机肥的？是养蚯蚓的。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养蚯蚓的一个基地。大家看没？这是蚯蚓的食物，全部是用的牛粪。看呀，这里面蚯蚓在这里边呢。看见没？呦，这一大堆，哇，都是在里面。看见了没？身上起鸡皮疙瘩。蚯蚓都在这里面埋着吧？你看，一把又是蚯蚓。来这儿的目的不是看它那个蚯蚓养殖是蚯蚓粪，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种植类的有机肥。但是现在有很多养蚯蚓的养殖户，这个蚯蚓粪没法处理。但是对于种植户来说，那简直就是宝贝。说实话，我看到这儿了以后，我眼都直了，那就是种植行业的一个宝贝。这个蚯蚓粪，你可以在蚯蚓粪上直接去种，同时呢，你还可以去改良你的土壤。你看这上面的，我们一看，这就是牛粪，但是到下边的时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些刚才扒的，你看这都已经颗粒状了，已经就是我们常说的团体结构。这些呢，这就是蚯蚓粪。蚯蚓粪在这个蚯蚓粪上，如果你去种作物，那这个品质产量简直就没法说。为什么是这样去说呢？是因为这个，我们这2年都知道土壤板结以后，这个土壤这个有机质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如果你通过补充有机肥去改良土壤情况下，这个效果是比较缓慢的，不是1年2年就把土壤改良好的。但是如果你拿这个蚯蚓粪直接种植，蚯蚓粪里面它的有机质含量就达到30%、40%，里面还有10%左右的腐殖酸，还有10%左右的氨基酸，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基础原料啊。这些平常如果你单纯的通过去补充到作物当中，并不见得它马上被吸收利用所以说直接用蚯蚓粪效果是最好的。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家这个红薯特别好吃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为啥这个红薯好吃。看下前面了没？我们的红薯现在还在地里面长着呢前2天霜降一到以后，马上开始降温。你看这个叶片，红薯的叶片已经全部都已经死了。实际上红薯最好吃是啥？过了霜降以后再进行刨红薯才好吃。但是因为这几年大家为了赶茬，很多的时候为了赶种小麦、种大蒜，基本上就在9月底、10月初，那时候红薯价格也好然后也能种下茬，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把红薯刨了。实际上那个时候红薯口感并不是很好吃。我们是每天在网上出多少货，然后才刨多少然后刨不完的还继续在地里面让它留着。这是一个，看一下，这是刨断了以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心的新品种的红薯，口感属于那种面糯甜，适合蒸煮烤，是比较高口感的一个鲜食类的红薯。今天下午又开始人工开始挖了以后直接装单。在我们基地实习的学员晚上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红薯，然后刨到红薯以后一煮一大锅，然后他们直接说嘛，这个红薯就是吃不厌，天天吃，感觉还是很好吃。今年红薯地的杂草也比较多你看这个草就没有防治住。实际上这个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吃，甜甜的，稍微有点甜甜的，小的时候经常吃。我们小的时候因为缺少粮食嘛，所以小的时候把这东西当成这种水果了，认为这就是葡萄。大家看到了没？这个番茄叶片上的水珠，你看这番茄上比较多。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周围的，好比这一颗，看到了没？也是水珠啊。咱反过来，我们再看这边的啊，这边你发现了没有？就没有水珠了，看见没？叶片都很干净，就没有水珠了。哎，就是紧挨着的这几个，为什么说我的左边呢有水珠，而右边的苗没有水珠呢？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叶片上的水珠啊，水滴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叫什么吐水，叶片吐水啊，出现在早晨的时候啊，原因呢就是说土壤的湿度大。而反过来，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个视频呢？想告诉大家啊，就是根系的问题。我们这个苗呢是昨天栽的昨天栽的，因为栽的太晚了，到昨天晚上就浇了一半，就刚才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吐水不吐水的一个地方就天太黑了看不见了，就不再浇了。之所以引起这个番茄它吐水，是因为根系好，夜晚吸收水分，因为蒸腾量太少嘛，所以在叶片上就形成水滴了。如果说我们在栽苗的时候，你把根系破坏了，然后一浇水以后，它的水分吸收不上来，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吐珠这一块，就吐水这一块。而我们这个一部分没有吐水，是因为昨天天黑后没浇。所以说呢，我们种植户以后在栽苗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根系。你只要把根系保护好以后，然后这个番茄就栽完以后，马上就开始进行缓苗，缓苗速度特别快能以提前几天上市。栽苗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往下压能把它这个根系给它保护好，别破坏它这个毛细根，让通过水这一块呢，让自然的把土壤填实就可以了。今年这个几个大棚栽苗栽的有点晚了，这是9月1号才栽的苗，到现在才3岁果，应该是2岁果1岁花。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最下面的1岁果，这是第2岁果，上面这是第3岁花，这是第3岁花，到上面就打头了。为啥说就是不让它再往上生长不尖呢？因为现在因为这是你看了没，这是冷棚，今年降温比去年降温早，还是按照去年那种气候去栽种的，就导致今年这个天温度越来越低，这个冷棚这个番茄生长开始缓慢了，所以说呢就不敢去多留，最多留了3岁。这第3岁花到时候挂上果以后能转色不能转色，现在还是不是很好说。所以说今年相对来说这个温度是种番茄这一块一个很致命的一个问题。看这个大棚的北山墙为了提升地温然后提升光照，我们全部挂上了个反光膜。你要往年我们就是9月1号栽种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用采用这些措施都没问题，但是今年是没办法。我们种的还是高口感番茄，虽然说产量低，打3岁果，这1亩地一个棚的产量大概也就是不到3000斤。然后但是地头收购价格是比较高的，地头收购价格一般就在5块钱左右，所以说卖个1万多块钱问题不大。这种番茄最大的好处就是酸甜非常可口，比水果都好吃，叫水果番茄，高口感番茄。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家这个红薯特别好吃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为啥这个红薯好吃。看下前面了没？我们的红薯现在还在地里面长着呢前2天霜降一到以后，马上开始降温。你看这个叶片，红薯的叶片已经全部都已经死了。实际上红薯最好吃是啥？过了霜降以后再进行刨红薯才好吃。但是因为这几年大家为了赶茬，很多的时候为了赶种小麦种大蒜，基本上就在9月底10月初，那时候红薯价格也好然后也能种下茬，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把红薯刨了。实际上那个时候红薯口感并不是很好吃。我们是每天在网上
出多少货，然后才刨多少啊。然后刨不完的还继续在地里面让它留着。这是一个，看一下啊，这是刨断了以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心的新品种的红薯，口感属于那种面糯甜，适合蒸煮烤，是比较高口感的一个鲜食类的红薯。今天下午又开始人工开始挖，挖了以后直接装单。在我们基地实习的学员晚上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红薯，然后泡到红薯以后一煮一大锅，一煮一大锅，然后他们直接说嘛，这个红薯就是吃不厌，天天吃，感觉还是很好吃。今年红薯地的杂草也比较多，你看这个草就没有防治住，像这个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吃，甜甜的，稍微有一点甜甜的，小的时候经常吃。我们小的时候因为缺少粮食嘛，所以小的时候把这东西当成这种水果了，认为这就是葡萄。